如果有无人机的话，你会知道这有多震撼。这里是越南最大的台资工厂宝源越南，越南最大的鞋厂，在巅峰时曾有超过10万名工人。这名大姐告诉我，这里大部分员工每个月的工资是400到500万，那相当于200美元左右。在宝源越南拍摄的这2天，我常在想，究竟是还有半杯水，或是只剩半杯水？如果拥有的是这样一份工作，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它？大家早上好啊！现在是4点59啊，打车去工厂，天还没亮。这个时间点比白天打车要贵50%，有不少一些居民在马路上跑步，骑自行车的也有。哎，新早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是我在越南打车最早的一次。我想起了过去在国内拍摄的，坐火车去卖菜，坐地铁去卖菜，也是起那么早。在昨天，我第一次来到宝源越南的工厂门口，目睹了他工人下班的场景，并拍摄了这几影片。影片播出后呢，收到很多观众朋友的留言。在本期影片呢，我将会引用部分的留言，从而可以从更多的角度了解越南普通打工人的生活。我们可以记住眼前还比较空荡的这个街道啊，再过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。哎，新早。有人在这睡觉呢。哦，你看天还没有亮啊，就为生活奔波的人啊。我的天啊，这么早就卖衣服，真的会有人大早上买衣服吗？小朋友还在睡觉中啊，跟着妈妈摆摊，卖彩票的也出摊了，还有卖这个冰茶的，看大家都在各自忙碌着找到自己的摊位。现在是越南时间的早上5点15分。这里是卖那个米皮的，就是做春卷的米皮。这卖肉松，卖菠萝。哇塞，这么早上就有卖快餐的，这得起多早来做菜呢？啊。2万越南盾一份啊！
快餐摊挺多的。就是这一家公司啊，它是台湾在越南最大的一个台资企业的子公司，叫宝源越南有限公司，后面是它的厂区啊。应该是老熟人啊，他收了10万，然后放在袋子里面，意识了一下，又把10万拿回来还给他了，就不收钱啊，挺有意思。这个是25000越南盾的一个海鲜粉啊，里面有这个八爪鱼、虾仁，还有一些肉糕，还有一些这个烤肉啊，青椒，还放了一点那个青柠啊。点这个是辣椒酱跟盐吧，有勺子，哎，还有筷子，还挺周到啊。还有一袋这个汤汁儿，这个汤汁特别有那个海鲜的鲜味儿的感觉。看，这是烤肉，这个就是很多的工人的一个早餐了哈，7块钱一顿的早餐。这个味道太重了，有点吃不惯。你看这个很别致啊，是用红椒包着的一个肉糕。Hello. How are you? 包妞。25啊。越南时间5点45，天亮了，来的工人越来越多了。
早上的话，要么喝冰茶，要么喝咖啡啊，所以不少卖冰茶的摊子。就越南人就是生活中离不开冰茶的。这个叫三明治嘛哈，柚木耳、玉米包着一个现在。用鹌鹑蛋煎的一个蛋饼，然后放一个小虾仁在上面。炒面，方便面，猪肉，洋葱，一个煎蛋，春卷，新早。Mày quen tôi nha. Mày chỉ đã đó. 这是春卷啊，有韭菜在里面。这个是配料，配料有花生碎，有这种胡萝卜丝，还有辣椒酱。卖炒饭的。卖越南法棍，这个烤五花肉，黄瓜。荔枝、山竹、芒果、红毛丹。烤肉粉。这些都是来上班的人，你看他们带着工牌的，主要是以妇女为主哈，这个家庭主妇为主，年轻的工人比较少见。释迦、桂圆、山竹、红毛丹，一些时令的水果。这里我们能看到很多大巴往返这个工厂大门啊，这是接送员工上班的一些大巴。这个现在是很多人下班了，有一些工人是上夜班的，所以他们是从工厂里面出来，所以这个早市既为上班的人服务，也为下班的工人服务。你看，卖红薯、卖香蕉、卖芋头、卖包子。有人说这个画面很像中国，
这个上世纪90年代广东的一些，比如说东莞、惠州那边的工厂的一个情景啊。但我没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东莞的工业园区的门口是怎样的，但是大概能想象啊，也是相当的这种人潮也是很多啊。就是一排一排的大巴，然后从工厂里面出来，又有一排一排的大巴从这个门口进工厂。哦，有一些大巴上还有韩文呢，你看，像这一辆大巴上面有韩文。哦，都是还在沉睡中的这个打瞌睡的人啊。戴着口罩，每个人都戴着口罩，这一口气就进去了6辆大巴。哇，这个大巴也太多了吧！哇，我就在这站了大概2分钟的时间啊，就有接近18台大巴进工厂大门了。这是第3波大巴，就每一波啊，就大概有6辆大巴。这些从这个方向往这个方向走的就是下班的工人，然后坐在大巴里的是上班的工人。哇，我以前对有数万工人的企业是没有概念的，今天稍微领略了一下这个。你看，上班的工人呢就骑着摩托车从这里进去那个停车场，它是一个2层的一个停车场。哇，这下班的人怎么这么多啊？上夜班的人这么多呀！我站在这里几分钟的时间，就是从工厂里出来的工人的话络绎不绝的，而且是成群结队的。我的天啊，这么多大巴！这个大巴就没停过，我感觉都有几十上百台大巴来接送这些工人了。在上集影片中，我曾问 ChatGPT， 请根据官方公开资料回答宝源越南的普通员工的一个薪资的区间。他的回答是600到1200万。那么就收到这位观众的留言，他说他妹妹在这家工厂工作了5年，宝源越南的普遍薪资是800万到1000万越南盾。当然，关于宝源越南的薪资也有另外的回答，比如这一条留言说到，我15年前曾经工作过几年的地方，现在还有很多同事在那边做管理20多年了，感觉厂房跟周边没有啥太大的变化。那么交通有变好一点，不过现在的薪资比以前要高不少，尤其是那些进厂比较久的，一般做满1年以上的普工加班至少有2500元以上，超过一半人工资3000元以上。我不知道留言的观众说到的超过一半人工资3000元以上是不是以加班为前提。早上卖彩票的这个阿婆也不少，我真的还挺意料之外的，我感觉还挺吃惊的。这个大巴太多了，这个大巴上是写了韩文的哈。我要1兩日em。
糯米饭，各种的配料。啊？Quay đi. Hai ba. Hả? Bao nhiêu? 10.000 một gói. 10.000. 请问您知道这个工厂有多少工人吗？Không biết luôn. 哦，还有很多的工人坐着摩托车下班的，有步行下班的，还有坐摩托车下班的，上了一晚的夜班。买了一个糯米饭啊，15000越南盾，里面料特别多。这些是下班的工人。
现在是越南时间的6点26分啊。这个摩托车大军啊，工人们上班的高峰来了。这一条摩托车的车流的话，从这一路延绵到那一路，大概有几百米那么远，都是来上班的人啊。我是人生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。在中国这个工业园区发展最鼎盛的时候，我也没见过这样的。几个大姐在跟我的镜頭比耶，好像哎。先找。如果我一直站在这里啊，我估计没有20分钟，这个车流都走不掉。远远看过去是看不到头的，这个摩托车车流。上集影片播出后，有观众留言，能够达到月薪$300，那在今天经济下行的环境下，已经是很不错了。我何尝不知道，在今天经济下行、人工智能、机器人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背景下，拥有一份工作能够养家糊口，可以说是一种幸福了。但是看着眼前为生活奔波的人，莫名的觉得有些苍凉，不由得想到天若有情天亦老，大多数人为了一日三餐，几乎是用光了力气。如果有无人机的话，你会知道这有多震撼。所以我们在越南一些旅游城市啊，看到其实越南人的生活真的很不错的，就是开着车，家里住着别墅啊，然后有一瞬间，我好像以为越南人这个好像生活都很好。直到我来到这里啊，我发现大部分越南人还都是领着很普通薪资的，可能2000元、3000元，好的话4000元的一个比较这个普通工资的一些工人，还是占这个国家大多数的。那些你在河内、你在胡志明、在岘港那些繁华的城区里看到那些居民啊，他们喝茶、跳舞，他们这个打桌球，那种属于是越南少部分人的一种比较休闲的生活了。大部分人还是靠着一份比较普通的薪资来养活自己、养活家庭。这个摩托车车流都看不到头的。
这些工人都是来这个工厂上班的。所以也就能理解了，为什么一个工厂它能够催生出一个大概有1公里多的，接近2公里的一个这个集市啊。这个集市上卖早餐的、卖衣服的、卖各种水果、蔬菜的，蔬菜倒是没有，主要是卖水果的。其实也是有年轻的面孔的，那个20岁出头的工人也是不少的，我发现了。但越年轻的话，越倾向于戴口罩。现在才早上的越南时间早上6点多。想想惭愧啊！我如果不拍摄的话，6点多、7点多，甚至8点多，我还在大睡中。Go！ 啊 ，OK。
来杯这个试一下，有工人直接用这一个大的水杯来装成这个就喝一天了。4.5块一杯的果汁、橙汁，要放好多的白砂糖呀，太甜了。现在6点51了，刚才这里堵满了摩托车的马路呢，才稍微就没那么堵了，但前面那一小节还在堵着。接近这个7点钟再不来，可能就快迟到了。所以，我在工厂打工的经历，仅仅是在广东佛山的工厂里打了1个月的暑假工，那是我人生唯一一次在工厂里打工的经历，流水线上。所以呢，我其实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的生活啊，我做任何的评论可能都是不恰当的。只是还是给我小小的震撼啊！6点45，一些摊主就开始要转移阵地了，因为工厂门口的工人呢没有刚才那么密集了。眼前一名小哥提着2袋这个冰茶吧，大家不要觉得我在这里记录这些我有优越感，真的不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的父亲就是这样子过来的。当时呢，他在90年代的时候在工厂里面上班，然后才200多、300多元1个月，干的工作呢比他们还要辛苦啊。然后呢，但是那个200-300块钱存起来，10几20年后就变成了很不值钱的这个。Anh thì mẹ mua cho. 大家看一下工厂大门啊。然后停车场都能停几万台摩托车。这里我都可以进去，但是我进去了不一定能出来。看一下这个摩托车停车场，它是好像3层的，而且它的面积特别大。
一些公园还给这些乞讨的人，给钱啊，还挺有上心的啊，自己。我看有工人早上就买彩票。里面就是宝源越南有限公司的厂区啊，应该是每天有人打扫卫生的，地上很多垃圾。看那个快餐全卖完了，我估计应该是有接近几十近100份快餐了哈。不到1个小时吧，1个多小时卖完了。你看，有一些卖的不错的，欢声笑语啊；卖的不好的，可能就愁眉莫展。quay cái này lên mạng hả? Trời. 您知道工厂里大概有多少工人吗？基本上一些早餐摊的话，7点开始就收摊了，这个时候工人已经基本都进到工厂里面了，就陆续收摊了。到了快下班的时候，这里又是一条热闹的这个工厂集市。哎 ，Hello。这名摆地摊卖衣服的女士，我曾在昨天跟她打过照面。她告诉我，她说，像她的摊位的话，每个月要交给政府75万越南盾。她说啊，这里都是贫苦的打工人，不应该收这个钱。第2次见面，于是我向她打听这个工厂的工人薪资。这名大姐告诉我，这里大部分员工每个月的工资是400到500万，老员工能拿到700到800万，也就是2100到2400，但是却要大量加班，应该是没翻译错吧？所以我们能理解了。哦，但是越南的这个物价跟他们这个薪资来说，我觉得还是挺困难的，特别是游客区的物价真的是跟中国北上广深是一样的。可能离开游客区呢，我觉得1份快餐8、9元。所以的话，在这一条街啊，你卖贵是根本卖不动的，因为工人收入就那么多。所以我们能看到一些早餐也好，快餐也好，都是2万、2万5，甚至1万5越南盾。贵的话也7、8块钱就到头了。你卖10块钱以上的话，你在这个地方可能就卖不开，根本做不了生意的。这个早餐粉啊，2万越南盾，猪脚。今天我在这买了3个东西啊，一个是那一碗海鲜粉是最贵的，2万5越南盾，大概7块钱。第二是一碗这个糯米饭啊，1万越南盾，也就3块钱。一杯橙汁，1万5越南盾，都是几块钱的哈。
2万越南盾。Bao nhiêu? Hả? 20? À, 20。 Ok. 7点半了，我也回去了。然后以上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，感谢你收看。如果你觉得拍的不错，请记得帮我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，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。感谢收看，我是阿树，我们下期见。